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浮屠缘，古装偶像剧的现代意识内置趋势与悬浮表现。近日，以另类方式讲述甜宠爱情的古装历史权谋偶像剧《浮屠缘》较受关注。该剧将现代意识内置于历史故事之中，同时又具有古偶创新性，选取轻喜剧的叙事方式，对焦大众常常不太接受的宦官题材，讲述具有奇观性的宦官与朝天女才人相爱的故事。但该剧也表现出近年来同类作品的创作不足，传递的现代精神过于悬浮，消解了历史本来的厚重。故事世界架构的现代意识。古装历史题材类偶像剧常常采用架空历史、重构规则的方式讲述故事，比如近半年里播出的《梦华录》《卿卿日常》《浮屠缘》都是立足于某一朝代或以某一朝代为雏形，重新搭建朝代，重新架构世界规则，遵循朝堂叙事，又在其中内置现代意识是此类作品重要叙事方式。因为朝堂权谋等元素，以及历史人物的进阶史等本身便充满着奇观性。基于受众对历史的想象、期待，此类作品往往按照观众熟知的朝堂技艺，重新搭建起新的一套朝堂规则，并在规则中加入现代意识，同时满足受众的历史想象与当下期盼。浮屠缘中，故事发生年代的制度，如朝天女祭祀、皇位继承等，不具有现代性，但人物所期盼、所想要努力搭建的新制度却具有现代意识。萧铎力图调整封建权力体制，尝试搭建一种官民一体、监督制衡的新制度。步阴楼反抗封建伦理，追求男女平等，借助皇帝倾慕自己的机会，尝试改变朝天女体制。与之相同，《梦华录》与的叙事原动力及人物行动的最终逻辑也是追求一种制度的现代化。故事主人公的现代精神。近年来，诸多涉及朝堂历史权谋主题的古装偶像剧常常设置具有现代人格意识与现代精神的主人公，迎合当下受众群体。相对于步步惊心那种穿越到古代的现代人被历史裹挟并被迫顺应朝代的人物设置，以浮屠缘为代表的古偶剧中的主人公，则是作为古人却主动选择成为了觉醒者与启蒙者。主人公的现代化在直观上体现在他们的生活观、认识观、语言行为及恋爱观上。在浮屠缘中，步阴楼拥有浓厚的主体意识与个人生命观，在诸多朝天女顺从祭祀时，他将营救自己坚持到最后一刻。他具有置换权力关系的能力，他在被迫住在活阎王府中，被迫住在皇宫，被迫守灵，被迫与皇帝暧昧时，都能够时刻掌握主动权。看似被迫的处境，其实都是他用权压权以自保的结果。他具有及时行乐的现代生活观，比如他在任何时候都讲究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享受生活。他在身份、等级、爱情观上都具有超越自己所处时代的认知，能够在不知萧铎真实身份时与其相爱。他还具有浓郁的独立意识，不沉迷于男权依附，清醒深知幸福要抓在自己手中，并自觉向周围人传递自由、平等等意识。在该剧中，步阴楼与李平如分别是超越体制的人与被体制裹挟的人。相对于步阴楼的洒脱、无拘无束，李平如是铁屋子中叫不醒的人。他借助权贵保身，但又时刻将自己的悲哀加注于别人身上，最终在铁屋子中迷失。这种人物对比下，主人公追求平等、追求自由，
反抗落后体制的现代精神也得以明晰。值得一提的是，此类作品中人物的现代意识有时甚至超过现代人，启蒙现代人。中赵盼儿不为身份而跨阶层恋爱、经商，是一种身份启蒙。钟薇薇与六少主在个人价值追寻与调整世界结构之间平衡，是一种世界观启蒙。浮屠园中不因楼不受任何标准的局限而追求自由，是一种主体启蒙。现代意识表达与厚重历史的悬浮与解构。然而，尽管近年来古偶剧纷纷努力从刻画具有现代精神的主人公和搭建具有现代化特质的世界框架等维度内置现代意识，但这些现代意识表达大多悬浮于空，不仅消解了历史厚重感，还具有一种不搭的尴尬。此类剧集面临着如何平衡古装历史厚重感与现代意识之间的二元关系这一问题。涉及朝堂、权谋的古装历史题材类作品，应最大可能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展现人物沉浮。早期《步步惊心》尽管是穿越剧，也涉及恋爱、现代意识等元素，但该剧在展现历史人物角逐中用力得当，不仅相对合理地展现了九子夺嫡这一段充满民间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而且其中的恋爱等情节也令人余味无穷。但反观浮屠园，该剧中的历史背景只是一种皮，似乎只是为了让剧情有意思、题材吸引人的噱头，而真正的权谋、历史及人物的厚重感，并没有很好呈现。浮屠园所对焦的宦官当道这一话题，是当前古装历史题材中较为缺少的题材。可是，在该剧中，最为吸引人、具有历史猎奇性的宦官如何当道这一真正历史问题，却没有触及。消解或解构历史是此类剧集需要尤为警惕的问题。在或浮屠园中，主人公解决矛盾大多是依靠见一面、吃个饭等较为快速、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真正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权力之间的制衡以及权谋背后的设计等，微乎其微。这种爽剧的设置套路，显然会使真正的历史时刻被消解，历史转折被忽视，一切好似闹着玩一样，让受众一笑而过。比如在浮屠园中，宦官推举空壳皇帝这一历史时刻，是应该浓墨重彩、真实渲染的，但该剧绕过了如何进行权力制衡使登陆王爷成皇上这一背后的厚重故事与深层逻辑，转而将宏观历史服务于人物恋爱。此种躲避历史的创作方式，需要警惕。历史需要正视，触及历史真相的部分需要呈现，否则，此类作品只会成为浮萍，如过眼云烟般虚无缥缈。此外，尽管此类剧集追求现代观，但无论其中涉及的是平等还是女性独立等，依旧是建立在封建强权之下，看似现代化，实则里面的人还是制度规则的裹挟物。比如《梦华录》中的赵盼儿是依靠权力才得以实现独立，浮屠园中的步阴楼也是依靠权力才得以存活。中看似具有现代意识的六少主与薇薇也是借助于身份、权力而实现体制革新。需要承认，此类剧集无论是在制作上，还是在创意、剧情逻辑上都较为用心，值得肯定。但我们仍需思考，历史是否应该如此现代化？若只是借助历史的壳，讲一个发生在任何背景下都可以的故事，舍去历史的厚重，而过于追求迎合现代受众群体的伪现代化，这无疑是消解历史、娱乐历史。既然选择历史作为背景，那便应承担起该有的古之责任。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再见。